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怡元，今天是来更新2377与960的黄庭之战。虽然 KVK 还有20天才结束，不过在黄庭的战斗基本上可以说是已经尘埃落定了。所以我们来说一下，在黄庭开放的时候，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首先，在黄庭开放的时候，其实2377拿下门口的速度还是比960还要稍微快了一点点。我算下来应该是有差距2秒到3秒左右，虽然差距不是特别远，但是还是比960更快。那当关卡开放的时候，其实最紧张的部分就是在右手边翻山的位置。那严格来说，如果960要打赢这场战斗呢，比较好的前程位置是在这个方向。但是你们也看到了，2377他们的旗帜可以建到那个方向去，也就是说在黄庭的时候，他们的 TP 位置会比较有优势。在比较往上的方向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其实960有努力的要往下建造旗帜，然后试图去挡着2377。在之前的解说影片，我跟大家讲过，其实960翻山出去的这个位置前面有一个很大座的山，就是说他们那个位置是肯定不能建造旗帜的，他们只能往下或者是往上，所以960没有其他的路可以选择，他们只能往下建造。所以根据这边的虚线来看，其实2377他们除了要拿下面的位置之外，他们还想要去上面挡着960。960为了要保证自己有领土，除了建造褐色的旗帜之外，还有建造红色的旗帜。褐色旗帜的作用主要是为了推进，红色旗帜是为了扩大更多的领土。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960褐色的旗帜是已经被2377给挡着了。但是960在建造的过程其实并不是这么顺利，每一次要建造好的时候，2377就会把旗帜给打掉，并且你们可以看到在越过河的位置，2377是已经建了大量的旗帜，而且他们那个位置是最漂亮的位置，可以嵌成最多城市的地方，导致成960如果要推进的话就会变得十分困难。而且同时间960要顾及3个方向，包括有左边、中间还有最右边。至于盟友的情况，我们先从93开始看起。由于在之前第6区域93的表现很不错，他们也有拿到大量的领土，就变成说他们进入黄庭的时候可以从中间进入，但是左边的方向不再是交给1365去处理了，而是交给1606还有2975。尽管这3个王国是已经在第6区域交战过了，不过进入到黄庭又要重新交战过，特别是93他们在区域5的时候就已经跟365战斗过了。但由于地图的设计，你们可以看到黄庭的中间会有一条河挡着，就导致成不管是盟友1093或者是敌人2975和1606，双方都陷入易守难攻的情况。至于1365还有3国的阵营，365他们是从中间的方向走过去奥尔良之城，3王国的阵营也是从中间开始进攻，不过在这个时候双方都还没有接触到。不过很快的365红色的旗帜就已经接触上了在左手边3王国阵营的旗帜，所以就是说在左手边几乎是大乱斗了，1606、2975、1093、1365还有3王国阵营全部都在这里。所以在左手边960与2377的旗帜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，只不过在中间原本的黄色旗帜已经拿掉了。那这个已经失效的旗帜原本是1606还有2975的，但是他们把这个位置让给了1365，然后他们专注在左手边对抗1093还有3王国阵营。但是后来2377他们放弃了左手边的路线，把那个路线让给365，让365来帮忙挡着3王国阵营。这里我猜测到的原因可能就是2377它本身的玩家也不算是特别多，能够专注打960，所以他们把这个位置让出来给1365，就变成说他们不需要去进攻3王国阵营。同时间960也是有同样的想法，你们可以注意看红色的旗帜其实是有慢慢减少的，让出了更多的领土给3王国阵营，让他们去阻挡1365的进攻。就这样时间慢慢的流逝，在黄庭开放之后的9个小时战斗，GV77与60 GT 总共是伤亡了 2.67 亿。然而这个只是9个小时的战斗而已，只是计算2个联盟而已，没有计算整个地图，如果计算整个地图应该更夸张。后来旗帜的发展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，但随着战斗的时间慢慢增加，就变成说中间3王国的阵营有一些玩家开始去休息了。所以在早上的时间，其实1365他们是有派部队过来打960的，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960是一个王国面对2个王国的野战。但是这样子的进攻并没有持续太久，我记得好像就几个小时而已。后来3王国阵营的玩家就已经上线了，又帮960阻挡了365的进攻。但是到了中午时间，差不多黄庭开放之后的12个小时左右，是明显感受到2377的玩家有少了一些，不过还是有很多玩家在线了。再加上1365他们的玩家也是去休息了，
而且也有3王国阵营来阻挡这1365的进攻。所以在12个小时之后，960就开始猛烈的进攻，把所有能够接触到2377的旗帜全部都给拆除掉。当时候拆除旗帜最快的王国就是960，而且这一段拆旗帜的过程非常精彩，如果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去看我的直播回放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你们可以注意看右手边960的旗帜有慢慢的扩大了。至于左手边93、1606还有2975的情况，因为那一条河挡着的关系，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。至于中间3王国阵营还有1365的情况，可以看到黄色的旗帜，也就是3王国阵营的旗帜有往前推进了一点，越过河了，不过也就只有一点点而已。那现在你们看那个画面呢，其实是另外一张图片来的，虽然看起来跟上一张图片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，但是你们注意看中间黄色的旗帜，3王国阵营居然是整个地图上第一个越过河的阵营。你们不要看小，就这么一点点，就是这么一点点而改变了整个战局。那说实在，我没有特别去注意1365的情况，不过我看到大多数玩家的反馈都说1365在这个时候很不活跃，3王国阵营就趁机在这个时候往前推进，因为只要他们成功的越过了这里，就可以开始去帮960，只要他们能够阻挡又或者是拆除掉365下面红色的旗帜，960就可以从左手边越过河，开始建造旗帜，然后从左手边开始进攻2377。因为在这个游戏中，只要有河岸的对战呢，都会很难推进。你们看左手边，就算是很强的93也好，他们也没有办法顺利的推进。所以到了后来，也得力于3王国阵营的帮助，你们可以注意看到960红色的旗帜是已经顺利的越过了河，并且褐色的旗帜也是顺利的往下建造，已经成功把2377在右手边的旗帜全部给清除掉了。93那边的情况也是十分顺利，盟友也是有过去帮忙，并且我们在凌晨没有事情做的时候也是有过去帮忙。所以在第2天凌晨的时候，其实发生了这样子的画面，所有王国的玩家都在这里聚集一堂了，不管是365、2377、960、1093、1606、2975，或者是3王国阵营，全部都在这里。960还有2377的玩家是从右手边大老远的走过去。不过在这里战斗的时间也没有持续太久啊，我记得好像差不多20分钟左右，然后又回到来这个地方继续拆旗帜。但如果你们仔细看这个地图上的时候，都已经可以发现到2377已经是很难再进攻了，因为他们的领土太小了，就算在这个时候他们要反攻也比较困难。1606跟2975的旗帜也是消失的很多，93推进的很大，反而中间365的旗帜就没有消失的太多。在关卡开放之后的差不多24个小时之后，基本上地图是已经尘埃落定了。960是已经成功的把2377的旗帜给烧光，并且端开了他们的旗帜。同样的，93也是把左手边1606还有2975的旗帜给端开。93和960都拿下了敌方的关卡。3王国阵营黄色的旗帜也是往下建。虽然2377他们并没有投降，也没有说他们已经输了，不过以现在的领土来看呢，就算他们要反击也比较困难一点。那其实我是预计黄厅的战斗应该会持续3天左右，我没有想到在24小时之内就已经把他们的旗帜给推光了，这比我预期的还要快一点啊，不过也算合理啊，因为我们在之前的关卡5、关卡4战斗的时候已经战斗了很多天，以及对方的资源加速已经是消耗了不少。所以在前面我有说到，发现到2377的玩家好像变少了，我觉得不是因为他们去休息或者是下线了，可能是没有资源加速可以战斗了，或许是这个原因，所以他们才找365过来帮忙，这个我就不确定。那既然都已经结束了，我做一下我自己个人的评价吧，跟960没有什么关系啦。那我就不评价敌方了，因为我没有跟他们战斗，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我只说960的盟友，那93和960之间呢，还是有不少的玩家在议论纷纷，到底谁最强啊，谁最厉害啊，谁才是传奇。我是认为说，在这个地图上少了93或者是少了960，都会有很大的变化。那有可能你们不知道，其实在之前第5区域、第6区域的时候，960建造要塞有去询问过93应该要怎么做，所以私底下960跟93之间呢还是有互相帮忙的，而且93一直都表现得很好。那在一开始我还预测说他们可能在区域5会损失很多的领土，但实际上不管是区域5还是区域6都好，93都表现得很稳定，虽然没有推进的太多，但是也维持了自己的战线，并没有撤退。就算来到了区域6，遇到了2个比较强烈的 A 王国，1606、2975，还有包括之前战斗的1365也好，他们的旗帜也没有损失太多，甚至到了黄厅也是一直不断的坚守着自己的领土。那你们也可以看到，如果没有坚守的话会有什么情况了吧？
只要让敌人顺利的越过河之后，你的领土就会慢慢的消失。所以说93的推进虽然没有像960这么快，但是在这场战斗中960里面的玩家几乎是很放心93那边的战斗了，都不需要去担心他们。93算是很可靠的队友了。这一三王国阵营虽然有很多玩家都说，哎呀，他们太弱了，他们什么东西都没有做到，没有办法帮助到960，也没有办法帮助到93。但是如果你们有仔细去看地图的话，不管是左手边93这个方向呢，他们的领土很小而已，也就是说他们想帮忙，但是没有办法。右手边960的情况也是一样，你们看他们的领土就这么小而已，他们要怎样来帮助盟友呢？基本上在960这个方向，他们要派遣部队过来呢，都要走很长的一段路才抵达目的地。所以并不是说2941、1473、1814他们没有用，而是他们被限制了自己的能力。但尽管如此，他们还是有努力的尝试去帮助93或者是960。这样子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了黄庭，你们也是看到他们的领土也是特别小，不管是靠近93的位置也好，还是靠近960的位置也好，但他们还是尽量分成两队去帮助93和960。虽然有一段时间他们是没有办法阻挡到365，让365的玩家过来进攻960，不过时间也是很短暂而已。而且当时候我也是在语音也是有听到三王国阵营的代表有说到，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去阻挡1365了，他们已经尽力了。原本我的心还想着说，没有办法，他们已经尽力了，我们也只能靠自己。但是又过了不久，他们还是回去阻挡了1365的进攻。所以对我而言，大家都是已经尽力做到最好了。这一次能够获得胜利，都是靠了大家的努力。最后还是得评价一下960呢，那你们也知道，在关卡是因为策略的失误而导致到我们输掉了。不过也还好，960不是那一种很轻易就放弃的王国，他们回去区域5战斗，就算是在区域5、区域6很艰难也好，也在持续的战斗，持久的战斗还有维持玩家的活跃度才可以获得胜利的。但也因为这一次的战斗而发现到960有很多不足的地方，这些都是需要去修改的，所以之后就看960要怎么去调整。接下来就是评价2377啦，因为1606、2975还有1365呢，我都是没有战斗啦，所以我不评价他们。说实话，2377是可以跟960持平的王国，因为不管是王国的玩家数量、礼包的购买率、玩家的活跃度，还有包括代打，每个账号的质量都是可以跟960持平的。那后来他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，我真的不知道了。那我觉得比较大可能是资源加速耗光的关系，所以才没有办法去反扑960。但如果给他们足够的加速资源的话，我觉得2377可以再持续战斗更久。不管怎样，2377是一个可敬的对手。他们在这一场 KVK 的表现，不管是策略、号召能力、团结力、执行力、活跃度都是非常高的。以上就是这一场 KVK 的过程解说。虽然黄庭战斗已经结束了，但是这场 KVK 还没有结束。会不会有可能在区域5、区域6又再次战斗呢？我们拭目以待。而且这场 KVK 也是打破了很多记录，这个我们之后可以再讨论。那最后再次声明因为我自己本人也在战斗的关系，所以可能没有特别关注其他的地方战斗情况，所以希望其他阵营的王国玩家多多包涵。至于各位观众对于这一场 KVK 有什么看法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